如果将维特尔的职业生涯进行倒放，会显得他更加伟大吗？2022年阿布扎比，塞巴斯蒂安·维特尔跑完了在 F1 的最后一场比赛，结束了他在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不平凡的16个赛季。整个围场都给予了4届世界冠军最大的尊重和排面。这位在 F1 历史总积分排名上高居第2的德国车手将开始全新的生活。但回顾维特尔职业生涯的走势，整体却呈现出高开低走，尤其是在法拉利那几年的挣扎，不仅让外界对他的风评急转直下，更是极大程度上动摇了一位世界冠军最引以为傲的根基——绝对自信。但在我看来，维特尔依然是 F1 历史前5的车手。今天我们不妨将他的职业生涯倒放一下，一起回顾德国人16载精彩绝伦的表现。天才车手塞巴斯蒂安·维特尔的 F1 生涯是从阿斯顿马丁开始的，他的队友是少爷斯托罗尔，虽然是老板的儿子，但维特尔一点都不会惯着他，队内争斗是家常便饭，因此没过2个赛季，德国人就选择了离开，取代他的是在红牛过得并不顺心的佩雷兹。而维特尔在马丁的出色表现引起了法拉利的注意，比诺托带领下的跃马始终无法战胜红牛，于是决定送走合同到期的塞恩斯，转而将德国人招至麾下。在法拉利的6年，维特尔迅速带领跃马走出低谷，从排名第6到连续2年与汉密尔顿争夺世界冠军。虽然每都被实力心态更胜一筹的梅奔和小汉击败，但维特尔也展现出了自己成为世界冠军的潜能。可惜的是，随着赛车性能的下滑和罗斯伯格加入梅奔，争夺冠军成为了银剑双雄内斗的戏码，而德国人离开法拉利也进入了倒计时。站在职业生涯中期的十字路口，维特尔决定转会多年无冠的大红牛，因为德国人想要等一个机会，一个证明自己可以成为世界冠军的机会，而这个机会终于被他等到了。在 F1 结束混动时代，梅奔动力单元的优势丧失之后，阿德里安·纽维设计的2B赛车帮助维特尔开启了辉煌的4连冠生涯，创造了一系列历史。功成名就的德国人激流勇退，选择到小红牛养老，而后为支持本土品牌转会宝马索伯，并于1年后退役，结束了自己辉煌的 F1 生涯。不难发现，维特尔倒放后的职业生涯显得更加伟大了，也显得更加完美。法拉利糟糕的表现不再成为他的污点，因为人们对他本没有期待，而没有希望就不会失望。但现实的情况却是，曾被认为是下一个舒马赫的维特尔离开红牛之后一路受挫，在法拉利的失败表现让人们开始否定他的过去，不仅将他取得的成就完全归结于赛车性能，更是给德国人取了一个醉水4冠王的称号。这不禁让我想到了中国飞人刘翔，巅峰时期被冠以民族英雄的称号，但2次奥运失利后却被贴上了逃兵的标签，甚至被全盘否定以前的成就，即使他曾是黄种人打破歧视的先驱者。也许健忘是人类的本性，也许大部分的我们更喜欢看强者恒强的爽文戏码。拿到冠军你可以是赢家，但一旦你跌下神坛，那就是万人唾弃的失败者。可是在竞技体育的世界里，没有人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，也没有人能成为永恒的冠军，在这里没有常胜将军，而冠军也从不是定义成功的唯一条件。当身陷窘境却依然能将自己的能量发挥到最大，无论何时何地都坚持做正确的事，这样的人亦能称之为伟大。世界冠军的意义是什么？不就是激励人们走出困境，勇敢向前吗？维特尔在职业生涯最后一战，为了车队名次与一众年轻后辈混战厮杀，接受肉搏，斗到天昏地暗，战至最后一刻。即使最终输掉了排名，但依旧与车队积极探讨。虽然他本可以不用这样做，但这不正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比赛吗？也许维特尔的职业履历并不完美，也许德国人的生涯中存在着缺憾，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真正的 F1 传奇。